石头，快起来，出大事了！娘，墙角咋全这个小娃娃啊？别出声，别吵醒人家。娘，这娃娃哪儿来的？咱家门昨晚明明杀死了，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难道是昨天那朵蘑菇？啥蘑菇？我咋听不懂呢？昨天我上山砍柴，在枯叶堆里捡的那朵。就是你搁灶台边说今早要煮汤的那朵？是啊。娘，它是蘑菇精嘛，不过长得倒是好看，比镇上年画里的娃娃还俊。别乱碰，惊着它。你们是谁呀？这里是哪里呀？你是我娘从山上捡回来的蘑菇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正睡觉呢，有只好大的手把我拔起来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娘，就是你拔的它。是你把我拔回来的呀，谢谢你。我睡了好久好久，终于有人来找我啦。你不生气？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山里好冷，风又大，你家好暖和，我好喜欢这里。娘，他是不是饿了？粥都熬好了。吃吧，孩子。这是什么呀？红薯粥，好喝的，填肚子。我不要吃这个，我要喝水。水？光喝水就能饱吗？我要喝水，好多好多水。娘，他是不是要洗澡？我这就去烧水。不是洗澡，是浇水，就像山里下雨，哗啦啦浇下来。我最喜欢下雨啦。好，我给你浇水。来，灵芝，喝口水。好喝吗？好喝，水最好喝啦。你把我拔回来，还对我这么好，你以后就是我娘啦。娘，好，娘在，娘在。那我呢？我是你啥？当然是哥哥呀。你真是蘑菇变的吗？我是灵芝，不是蘑菇。灵芝比蘑菇厉害多了。灵芝是啥呀？就是很厉害的东西，吃了能长生不老的那种。啊，娘，他说吃了它能长生不老。石头，别乱喊。娘，你干啥啊？搬屋里，放院子里被人看见不好。这是宝贝，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娘，什么是宝贝呀？哇，好多小鸟呀！我不是要伤害你们，我就是看看嘛。哟，这是谁家的娃娃？长得可真俊。婶婶好呀。你是哪家的娃呀？我在村里住了一辈子，咋从没见过你？我是王桂兰家的呀。那你爹是谁啊？我没有爹，我只有娘。桂兰，你家那娃娃哪儿来的？给我们说说呗。听说长得比镇上员外家的闺女还俊。真的假的？你一个人拉扯石头就够难的了，哪有余力再养一个？桂兰啊，有些东西命里有时终须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娘，你快看，
小灵宝的菌盖变色了。灵宝，你能把菌盖藏起来吗？藏起来？怎么藏呀？就是不让别人看见，把它收起来。灵宝真乖。你是谁呀？叔叔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有好多好多水，想浇多少浇多少。真的吗？好多好多水。真的，跟叔叔走，管够。放下他。娘，这个叔叔说带我去有水的地方玩。二壮，你半夜摸进我家灶房，要带我闺女去哪儿？回去告诉村里那些人，我王桂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动。灵芝，晚上不许乱跑，听见没？陌生人给什么都不能要，更不能跟人走。娘，那个叔叔为啥要带我走？他家的水比我家的多吗？他是坏人，他家没有水，都是骗你的。坏人？可他说要带我去好多水的地方呀，怎么会是坏人呢？反正记住，不许跟陌生人走，知道吗？你们听说了没？赵家那俩兄弟遭报应了。咋了？咋了？昨天半夜不是还见他俩鬼鬼祟祟的吗？赵大壮昨晚跑的时候不慎磕碰，额头与腿部出现不适，走路都不太利索。更惨的是赵二壮，他碰过那娃娃的双手长满红疹，瘙痒难忍，身体不适，大夫都没见过这种怪状况。这事传遍了村子，流言四起。有人说我是个不祥之物，碰了就倒霉；也有人说我是山里出来的精怪，专克恶人。只有李婶不说话，她看娘亲的眼神又忌惮又贪婪。娘亲听说后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对那两个人做了什么？”我正蹲在盆里玩水，抬头一脸无辜地说：“没有呀，我就是不喜欢他们碰我嘛，不喜欢碰就让他们长疹子。”我特别认真地回答：“娘，我是灵芝呀，好人碰我会顺遂，坏人碰我自然会受罚。”娘亲愣住了，石头插嘴：“那我碰你呢？”我伸手摸了摸石头的脸，笑得眉眼弯弯地说：“你是哥哥，碰了我会长命百岁。”石头咧嘴笑，转头喊：“娘，你也碰碰。”娘亲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，我咯咯直笑：“娘会长命千岁。”娘亲也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眶就红了。不管我说的是真是假，自我来了，这个家总算有了暖意。我到家的第7天，娘亲病倒了。她常年起早贪黑，身体早就亏空，昨夜又淋了雨，当即发起高烧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满嘴胡话。石头急得团团转，家里没钱请大夫，手足无措。我蹲在床边，小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伸手摸了摸娘亲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娘生病了，我语气很认真。石头红着眼眶点头。咋办？我想了想，跑到院子里舀了一碗木盆里的水，踮着脚尖放到床头。哥哥，给娘喝水。石头皱眉，水能治病？我用力点点头，当然能。石头将信将疑，扶着娘亲喂她喝水。娘亲烧得迷糊，咕咚咕咚喝了大半碗，又昏昏睡去。约莫1炷香的功夫，娘亲的高烧竟退了。她睁开眼，看见我趴在床边，攥着她的衣角睡得正香。石头坐在床尾，眼睛通红，却满脸喜色。娘，你好了。石头凑过来，满脸惊喜。娘亲摸了摸额头，烧全退了，浑身的酸痛也消失不见，精神比生病前还要好。她看向床头的空碗，碗底残留着淡淡的药香，和我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水哪来的？娘亲问。灵芝从她盆里舀的，她说能治病。石头说。娘亲看着我，心里又酸又暖。我只喝水度日，可我的水却能救她的命。她轻轻把我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我迷迷糊糊哼唧一声，小脸在她怀里蹭了蹭，嘟囔一句娘，又睡熟了。娘亲眼眶发热，把脸埋在我柔软的发丝里，闻着那清润的药香，只觉得那天上山砍柴，弯腰捡起那朵蘑菇，是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这是娘亲本想瞒着，可还是传了出去。村里的周老四常年咳嗽10几年，吃遍药食都没用，听说娘亲快病死，喝完水就痊愈，心里动了念头。他不像赵家兄弟那般硬抢，拎着一篮鸡蛋上门，说想看看娘亲家的娃娃。周老四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，娘亲不好推辞，把我藏在屋里，自己出来陪他说话。我在屋里听见咳嗽声，自己跑了出来。我走到周老四面前，仰头看着他许久，伸出小手拍了拍他的手背。爷爷，你生病了。我说道。周老四咳着点头，浑浊的眼里泛着泪光。我转身跑回灶房，舀了碗水递了过去。爷爷喝水。周老四接过碗，低头一闻，奇异的药香扑鼻而来，光是闻着，胸口就松快了不少。他看了娘亲一眼，见他没阻拦，犹豫片刻，仰头喝了下去。清水入喉清甜，带着一股沁凉，顺着喉咙滑进胸腔，瞬间化开了堵在胸口的郁气。10几年的老咳嗽，竟在这一刻奇迹般止住了。周老四愣在原地，捧着空碗，眼泪簌簌落下。他蹲下身，看着我，声音发颤：“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叫灵芝。我脆生生的回答。
周老四站起身，对着娘亲深深鞠了一躬。桂兰，这娃娃是天赐的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娘亲点点头，把我抱进怀里。周老四走了以后，娘亲坐在院子里，看着我在盆里玩水，神情里藏着很多思绪。我知道娘亲其实一直明白我是稀世珍宝，可她心里清楚，这珍宝是活的，会叫她娘，会粘着她，她不能把我当物件，而是要像亲生女儿那样对待我。我玩够了水，抬头看向她，笑得甜软。娘亲，爷爷的病好了，我厉害吧？娘亲笑着把我从水里捞出来，用布裹住我的小身子，一边帮我擦，一边说：“厉害，娘的小灵芝最厉害。”我被裹成小团子，只把脑袋露在外面，头顶的军盖又从头发里冒出来，金边鹤伞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。我眯眼笑着，感觉自己像一块刚出锅的糖糕，甜滋滋的都要把人心融化了。石头从外面跑回来，手里攥着一把野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胡乱捆成一束递给我：“给你。”我满心欢喜的接过花，低头闻了闻，开心到手舞足蹈，差点从布团里滚下来。娘亲看着我们姐弟俩，只觉得这是老天爷赐给她的福报，她苦了半辈子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赵家兄弟的教训没有让村里人死心，反倒让他们更眼红了。赵大壮腿肿消了，赵二壮手上的疹子也退了，可两人明显瘦了一圈，面色蜡黄，见人就躲。他们不敢再打我的主意，却把我的事情添油加醋的传了出去。那娃娃碰不得，谁碰谁倒霉。赵二壮逢人就伸着留疤的手，我就抱了一下，手烂成这样。村里人听了，有的害怕，有的不信，还有的嘴上说怕，心里却痒痒的。周老四喝我舀的水痊愈的事情更是瞒不住，周老四逢人就夸，说我的水比镇上最贵的药还灵。消息很快传到镇上，傍晚时分，一辆马车停在了娘亲家门口，马车上下来一位穿绸缎的中年男人，身后还跟着丫鬟和婆子。他是镇上最大的药材商孙老板，他父亲卧病3年，请便名医都不见好，听说我的水能治病，连夜赶了过来。孙老板进了院子，四下打量，茅草屋、泥巴墙，院子里堆着柴火，角落的木盆里，我正蹲着拍水玩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亮晶晶的眼睛像星星一样。孙老板愣了神，他见过无数漂亮的孩子，却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灵气逼人的，活脱脱像画里的仙童下凡。你就是灵芝。孙老板蹲下身子，尽量放软了语气。我歪头看着他，忽然开口：“你身上有药味。”孙老板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常年为父亲煎药，药香早就渗进衣裳，这会儿竟被我一下就闻出来。你闻得出来？孙老板有些不可置信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认真说：“你是好人，你身上的药味是苦的，但不是坏的苦。”孙老板被我逗笑了，从袖中掏出1锭银子放在我面前：“娃娃，我给你银子，换你一碗水，好不好？”我看了看银子，又看了看孙老板，扭头朝屋里喊：“娘，有人给银子。”娘亲从灶房里走出来，看见那锭10两的银子，手都抖了，这够他家吃1年了。孙老板起身客气地说：“大嫂，我父亲病重，求1碗水救命，这银子是谢礼。”娘亲看了看银子，又看了看我，最终还是舀了1碗水递过去，没收银子，1碗水而已，不用给钱。娘亲说。孙老板接过碗，药香浓郁纯净，远超他见过的所有药材。他浅尝一口，一股清气直通丹田，浑身都像被洗透了一样。他看着娘亲，欲言又止。做药材生意多年，他懂得，有些秘辛不能多问。孙老板喝完水，又掏出2锭银子放在桌上：“大嫂，这水对我父亲有用，我每月来取1碗，这是定金。”娘亲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最终还是收下了。我趴在盆沿上，好奇地问：“娘，银子能买好多好多水吗？”娘亲蹲下来给我解释：“银子不能买水，但能买粮食、布匹，买很多东西。”我哦了一声，又追问：“那他为啥不喝井水？井里有水呀？”娘亲被我问得哭笑不得，没法和我解释。石头插嘴说：“因为你的水是仙水，喝了能治病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挺了挺小胸脯，那我真厉害。孙老板走后3天，他派人送来了一封信，说他父亲喝了水，当晚就能坐起来，3年未下的床终于能下地了。随信还带着1张50两的银票，里头写着每月1碗，银钱加倍。娘亲攥着银票，坐在院子里发呆。50两银子，他砍一辈子柴都挣不到。我瞧见他停下活计，目光落在木盆里。此刻，我正把脸埋在水里吹泡泡，满脸的水珠，笑得眉眼弯弯，觉得自己新掌握了技能，特别得意。娘，你看我会吐泡泡，我骄傲地向娘亲展示着。娘亲看着我这张天真的小脸，心头深处不知怎么蔓延出巨大的不安，纸包不住火，我的秘密迟早会引来更大的祸事。果然，孙老板的事传遍了10里8乡，来求水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有真心求药的，也有过来打探虚实的。娘亲下了规矩，每日只给10碗水，先到先得，自带碗具，分文不取。他不收钱，其实是怕惹祸，可越是如此，麻烦越多。村里的马寡妇和娘亲一向不对付，她孤身一人，没子嗣，成天只会背后说风凉话，说娘亲克夫，说我来路不正。这天马寡妇也来找我要水，娘亲没给，她明明面色红润，声如洪钟，哪有半点生病的样子？马寡妇被拒了，气得直跳脚。当晚趁娘亲去镇上买东西，揪了刘四、王麻子、赖三几个人一起摸进院子。他们这回聪明了点，没有直接碰我，商量着打算连盆带水一起把我端走。我那时正睡得香软软，一点动静都没察觉到，忽然觉得身体晃晃的，等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抬到了村外的破庙。几个人放下盆，喘着粗气，马寡妇看着我，兴奋的连声音都在抖。成了，这回成了。刘四凑过来看，我还全在盆里，军盖半开，泛着淡淡金光。这娃娃一看就不一般，马姐咋处置？刘四咧着嘴，
马寡妇眼神发直，卖给孙老板，他能为1碗水掏重金，把我买去最少1000两。赖三听了，下巴差点掉地上，1000两，这辈子都不愁了。他们正做着发财的美梦，我慢慢醒来了，我坐起身，揉揉眼睛，四处打量，咦，这是哪里呀？马寡妇赶紧装出笑脸，娃娃，婶婶带你来玩，这里好玩吧？我撅着嘴老实回答，不好玩，没我家好，我家有娘，有哥哥，有水，有盆，婶婶家有更好玩的，跟婶婶走好不好？马寡妇试探着劝，我认真看了他一眼，脱口而出，你身上没有药味，你是坏人。马寡妇脸上的表情一下就僵住了，刘四不耐烦了，废什么话，直接暴走。他伸手要来抱我，指尖刚碰到我的胳膊，就像被灼伤了一样惨叫出声，整个人吓得把手缩回去，指尖立马起满了水泡，又红又肿，疼得他直甩手。王麻子不信邪，也来抓我，结果被烫的也是一阵惨叫。赖三胆子小，光在后头缩着，不敢伸手。马寡妇再不甘心，也只能亲自来碰我的衣裳，刚触到就跟被针扎似的痛，脸色一下子惨白。他们围着我的木盆团团转，可谁也不敢再碰我。我坐在盆里，静静看着他们狼狈，歪着头。你们是不是不会抱娃娃？我哥哥抱我就不疼，你们一抱就疼，肯定是抱的不对。马寡妇气得脸都绿了，你这个小妖精！我眨眨眼，突然顿悟似的，哦，因为你们是坏人呀。娘说，坏人碰我会变坏的。四人面面相觑，刘四的手肿得像馒头，疼得满头大汗。马姐，这娃娃太邪门，撤吧。马寡妇咬着牙，一脸不甘，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带着人跑了。我独自待在破庙里，抬头望天上的星星，一点也不觉得害怕，心里随口数到第10颗，外头忽然传来石头带着哭腔的喊声：“灵芝，灵芝你在哪儿？”我立刻拉开嗓子大声喊：“哥哥，我在这儿！”石头冲进来，看见我安然无恙，眼泪唰的掉了下来，一把把我从盆里捞出来，紧紧搂在怀里。你吓死我了！我学着娘亲的口气，一边拍拍他的背，一边说：“不怕不怕，我没事呀。”石头哭了一阵，吸着鼻子问我：“那些坏人呢？他们跑了，不会抱娃娃，一抱就疼。”石头终于破涕为笑，抱着我往回走，还回头瞄了一眼盆，盆不要了。我趴在他肩头，摆摆手，不要了，娘会给我换新的。走到村口，正撞上娘亲，她从镇上赶回来，听说我不见了，什么都顾不上就往外跑，鞋丢了一只，头发乱糟糟，眼眶都是红的。我看见她的身影，心里一下子松了口气，从哥哥怀里滑下来，扑进他怀里。娘，你别哭，我好好的。娘亲一下子把我搂死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的哭，我突然慌了，她哭得那么伤心，我一时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伸手帮娘亲擦着脸。娘，你的眼泪是咸的。娘亲又哭又笑，抱着我一步步走回家。那晚，娘亲把我放在她的床上，紧紧搂着我一整夜。我窝在她的怀里，小声问娘，他们为啥要偷我呀？娘亲沉默了好久才开口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宝贝。我认真的说，我不是宝贝，我是灵芝呀。娘亲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对，你不是宝贝，你是娘的小灵芝。我心满意足的嗯了一声，沉沉睡去。娘亲却睁着眼到天亮，心里反复问自己，她真的护得住我吗？马寡妇托我这事传开以后，再也没人敢打我的主意，不是怕娘亲，而是怕我。赵家兄弟，马寡妇那4个人的惨状就在眼前，村里人都知道我这娃娃认人，好人碰了顺顺利利，坏人碰了只有倒霉。我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娘亲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，她不用再砍柴，每天只坐在院子里给求水的人舀水，大家都不好意思空手来。米面鸡蛋布匹把灶房堆得满满当当，而我还是老样子，永远是3岁的模样，只爱喝水，每天蹲在我的木盆里玩水，偶尔被娘亲抱出来晒晒太阳。石头长高了一大截，成了家里的大帮手，每天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换新鲜的井水，是好水温才让我下水。我眯着眼笑，哥哥最好了。石头憨憨的咧着嘴，满心欢喜的看着我。平静的日子过了好久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觉得不对劲了。清晨，娘亲来叫我起床，发现我紧缩在被子里，脸色发白，头顶的菌盖蔫蔫的耷拉着，连金边都暗淡的没有光亮。灵芝，娘亲摸了摸我的额头，不烫，却凉得有点反常。我睁开眼，声音细得像蚊子，娘，我不舒服。娘亲心头一紧，立刻把我抱进了木盆，不停地给我浇水。可我趴在盆沿，再也不像往日那样咯咯的笑了，只是蔫蔫的闭着眼，像一朵缺水快要枯萎的菌朵。石头急得围着盆团团转。娘，灵芝咋了？娘亲也没办法，浇了一整天水，我还是一点精神都没有。到了晚上，菌盖彻底合拢，整个人缩成灰扑扑的小疙瘩，我就那样蜷在盆里，怎么也振作不起来。娘亲把我抱着，一整夜没合眼。第二天，周老四听说我病了，拎着鸡蛋来看望。他蹲在我的盆边看了好一会儿，皱着眉说：“桂兰，这娃娃不是生病。”娘亲红着眼眶问：“那他咋了？”他是灵芝精，本来就是长在深山的，你把它养在盆里，盆水再好，也比不过山里的水土灵气。他这是想家了。娘亲愣住了。想家，他从没问过我这个。其实我也从未主动提起要回山里，他总以为我愿意留在家里。灵芝，你想回山里吗？娘亲轻声问我。我睁开眼，轻轻摇着头，声音很细。我不想回去，我想跟娘在一起。娘亲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，她心里明白，周老四说的有理，我属于深山，院子里的木盆和死水养不住我这朵千年灵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娘亲背着竹篓把我放到篓里，带着石头一起上了山。我们走了很远很远，才来到当初娘亲踩到我的那片老林。这里古木参天，地上的落叶又厚又软，空气里全是泥土和松枝的清香。我在竹篓里动了动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努力辨认着空气里的熟悉味道。娘亲把我抱出来，放在一棵老松树下，我的脚刚踩上松软的泥土，头顶的菌盖就微微的抖了抖，压了好几天的伞面慢慢舒展开了，金边一点点重新亮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睛瞬间亮起来。
娘，我闻到松树爷爷的味道了。娘亲和石头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我口中的松树爷爷是谁。我从娘亲怀里滑下来，跑到老松树下，小手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小脸在树干上蹭了蹭，笑得又弯又甜。松树爷爷，我回来了。一阵风吹过松冠，松针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回应我。我的军盖终于彻底舒展开，金褐色相间，在林间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比什么时候都要娇艳。娘亲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又酸又暖。她知道这里才是我的家。我在老松树下玩了一下午，娘亲和石头静静地陪着我。我和松树说话，在落叶里刨土，追着蚂蚁跑，摔了个屁股墩也不哭，爬起来继续闹。傍晚，娘亲说要回家，我乖乖跑回来，爬进竹篓，可小嘴瘪着，眼睛已经红了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悄悄浮现在我脸上。娘亲背着竹篓，刚走了2步，忽然停下来，她转身望着老林，望着那棵老松树，又低头看看放在篓里蔫蔫的我，似乎下了什么决心。灵芝，以后每天早上娘都带你上山，让你在这里玩一天，傍晚再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我眼睛顿时亮得像天上的星星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立马从竹篓里站起来，一下扑到娘亲背上，搂着她的脖子又晃又摇。娘最好了，我晃得娘亲差点摔倒，她扶着一棵树，笑着笑着眼泪都出来了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清晨，娘亲就背着我上山，傍晚再把我接回家。在山林里，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到处乱跑，和松鼠说话，跟鸟唱歌，在落叶堆里打滚，满身都是你也觉得开心。我的军盖天天都张得大大的，金边闪亮，自己看了都像一朵盛放的鲜枝。傍晚娘亲来接我，我就带着满身的泥土和叶子扑进她怀里，自己身上的药香清润，连我都觉得闻上一口很舒服。下山的时候，娘亲背着我，我趴在她背上，叽叽喳喳地讲山里的趣事。娘，松树爷爷给我讲老虎的故事了。老虎不吃灵芝，老虎吃肉肉。娘亲和石头总是被我逗得哈哈大笑。山间的晚风都裹满暖意。娘亲用孙老板给的银子盖了3间大瓦房，青砖白墙，在村里格外气派。村里人见了他都变得客客气气，再也没人敢说半句闲话。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带来的。我这个一开始被娘亲当蘑菇采回家的小娃娃，其实就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我的名气越传越远，连县里的郑太爷都听说了。郑太爷40多岁，为官8年，政绩一般，但常年失眠，这桩心事压在心底。他听说我能够看透人心，半信半疑，就派钱师爷来求水。钱师爷文质彬彬，客气地说明来意。郑太爷的老母亲病重，想求我1碗水，娘亲舀了1碗，装进陶罐递给他。钱师爷闻着药香，神色感动，但什么都没问，就带着水回了县衙。第2天，郑太爷亲自来了，他带着绸缎、好酒、茶叶，一进院子就见我正蹲在木盆里拍水，小脸红扑扑，天真又烂漫。郑太爷微微一愣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神仙。”我抬头打量了他一番，忽然来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：“你心里有个疙瘩。”郑太爷脸色立刻变了，娘亲赶紧把我从盆里捞出来，捂住我的嘴，别乱说话。可是我挣开他的手，认真的说：“好大的疙瘩，压得你晚上睡不着觉。”郑太爷一下沉默了，他失眠的心事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，没想到我这小娃娃竟然一眼就看穿了。他蹲下来，望着我清澈的眼睛：“娃娃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我就是知道啊。”我歪着脑袋回答。松树爷爷心里也有疙瘩，那是年轮，你的不是。郑太爷的眼眶忽然红了，他让别人都离开，独自留下来和我在院子里。娃娃，你知道我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吗？郑太爷的声音很沙哑，我认认真真想了想，说：“你害了一个人，不是故意的，可他因为你死了，你天天梦见他，所以总是睡不着。”郑太爷全身都僵了一下，眼泪唰的一下就落下来。8年前，他刚当县令，办过一桩偷牛案，农妇陷害邻居偷牛，他怕邻居赔钱，结果邻居去世了，后来才查清原委，是农妇卖牛反诬，可一条命已经没有了。这桩事他心里压了8年，谁都不曾说，眼下却被我3言2语全讲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郑太爷声音都在发抖，我伸手拍拍他的手背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你别哭，去跟他说对不起就行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了也能说啊，你去他坟前认个错，他会原谅你的。郑太爷愣愣地看着我，好半天才问：“是真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松树爷爷告诉我，做错事认错心里就不堵啦。”郑太爷在院子里坐了好久，临走时留下所有礼物和100两银票，对娘亲说：“大嫂，这娃娃不是凡人，你可要好好护着他。”我趴在盆沿上，看着远去的马车，忍不住叹气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不像小孩的话：“大人的心里怎么都有疙瘩呀？”娘亲捏了捏我的脸：“你心里没有？”我一本正经地回道：“我没有，我心里只有水，好多好多水。”娘亲和石头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后来郑太爷真去了死者的坟前，郑太爷在坟前跪了一下午，哭着认错。从那天起，他的失眠症就彻底好了。这是传开后，来找我的人变多了，他们不仅为了水治病，也想让我解心结。我来者不拒，话说的简单直白，但总能戳中人心。做生意的人总赔钱，我就说心里装太满，好东西进不来，那人清了存货，只留精品。结果生意居然变红火了，有年轻媳妇和婆婆吵架，我告诉她，婆婆心里有洞，要甜不要掏。媳妇学着体贴婆婆，婆媳关系慢慢就和睦了。老秀才科举屡试不中，我说字太多，没人看得懂。老秀才简化文章，第2年居然就考上了。我的话越传越神，但我自己却不放在心上，每天依旧玩水、上山、叫娘。天真的一点尘埃都沾不上。有时我看见娘亲会发呆，她大概在想，我活了几百年，却还是像白纸一样能看透人心，但未必真的懂人心有多复杂，能治愈百病，却并不知那些病痛的缘由，能点醒世人，却不晓得自己的话有多珍贵。其实我也只是深山里的一朵灵芝，被雨水浇灌，被阳光滋养，被松树陪伴，简单的活着，纯粹的爱着，这样就很好。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娘亲只好再立个规矩，每天只接待10个人，每人1碗水，先到先得。规矩一出，天不亮就有人在门外排队。我看着那长长的队伍，好奇地问娘，他们为啥排队呀？因为他们想见你。
见我有啥好的？我又不厉害。杨青把我搂进怀里，你是灵之精，水能治病，眼能治心，还不厉害？我很认真的说，我只是喜欢喝水，不是故意厉害的。杨青哈哈大笑，石头也跟着笑。灵芝，你就是个宝贝。我摸了摸石头的脸，哥哥也是宝贝。石头的脸立刻红了起来。一天又一天，我治愈了无数人，留下许多温暖的故事，让我牢记的有2个。一个秋日清晨，一个年轻小伙排在对手，眼睛红肿着，说奶奶失明3年，特意求一碗水。杨青舀了水给他，小伙不停道谢，揣着水离开。3天后，小伙搀着老婆婆又来了。老婆婆70、80岁，双目紧闭，走路还颤颤巍巍。小伙说奶奶喝了水，能看见光了，想让我再看看。我飞快跑上前，伸出小手轻轻摸摸婆婆闭着的眼睛，说奶奶的眼睛不是病了，是想一个人想瞎的。老婆婆整个人抖了一下，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。你想了太久，眼里只剩他的样子，看不见旁人。我接着说，你看看身边的孙子，他一直都陪着你呀。老婆婆慢慢转向孙子，手里颤抖着摸到了小伙的脸，然后忽然笑了。那天傍晚，老婆婆的眼睛彻底复明，清清楚楚看见了孙子的模样。她搂着孙子，哭着笑着反复说，我看见了，终于看见了。还有一个冬天，村里的陈老汉来找我，他脾气特别倔，20年的老黄牛病得已经站不起来，他来求我去看看牛，牛能喝水吗？陈老汉问，我点点头，牛最喜欢喝水了。陈老汉带我到牛棚，老黄牛正躺在地上，气息微弱，我蹲在一旁说，爷爷，牛不是生病，是在等你说再见。陈老汉一下愣住了，等我？他要走了，想跟你告别。陈老汉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，摸着牛头哽咽道，老伙计，谢谢你陪我20年，你安心走吧。老黄牛蹭了蹭他的手心，慢慢闭上眼睛。我轻轻拍着陈老汉的背，爷爷别哭，牛牛去了有吃不完草的地方，很开心呢。从那以后，陈老汉脾气软多了，逢人就说，灵芝说心里装气，好运就进不来。那碗石头已经睡熟了，娘亲搂着我躺在床上，月光洒在被子上，照得银白一片。我忽然说出声，娘，你心里也有疙瘩。娘亲的身体微微一僵，是爹。我小声说，你这里有个洞，是爹走了留下的，你塞满了东西，可洞还在。娘亲的眼泪终于忍不住，3年的委屈、孤独、坚强在这一刻全都崩塌。我知道他以为自己放下了，可我还是一眼就看穿了。我伸出小手，一下下拍着他的背，娘不哭，你有我，有哥哥，我们都陪着你，就不疼了。娘亲哭了好久，终于把我举到眼前，月光下，我的脸银白如玉，军盖上还泛着金光。灵芝，你是老天爷送给娘的礼物。我歪着头说，不对，是娘把我从山上拔回来的，是娘来找我的。娘亲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对，这是娘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。我在她怀里心满意足地窝着，很快就沉沉睡去。娘亲望着窗外洒下的月光，感觉心里的那个洞真的在慢慢愈合。我的名气最终还是传到了京城，告老还乡的林尚书年纪过70旬，独子10年前被冤入狱，一直没有平反，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病。他听说我能看透世事，3次派管家来请，但都被娘亲拒绝了。他不想让我卷入官场恩怨，觉得我只是个孩子，不该沾染那些纷争。可我自己却动了心。管家第3次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在院子里玩水，耳边听见冤枉儿子这些词，歪着头听了很久。管家刚走，我就跑到娘亲面前说，娘，那人心里好苦，比婆婆的眼睛、爷爷的咳嗽还苦。娘亲叹气，那是他家老爷的苦，我要去看看他。我认真的说，娘亲虽然犹豫，但我很少会主动要求见人，我愿意去，一定是有缘由的。第2天，娘亲终于带我去了林尚书的别庄，别庄气派雅致，可我一进门就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这里的气不对。我拉着娘亲走进正厅，林尚书白发苍苍，腰背挺直，看到我时愣住了。传说中的小神仙居然是个3岁娃娃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仰着头说道，你的儿子是被冤枉的。林尚书猛地站起来，椅子都摔在地上了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你怎么知道他身上有个假印章，是别人偷偷盖的？我说，松树爷爷告诉我，真印章有个小缺口，假的没有。林尚书浑身都在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儿子的私章确实有个刻章时留下的小缺口，这个秘密只有他们父子俩知道。他立刻让人取来卷宗和证物，信上的印章果然没有缺口，铁证如山，冤案昭雪指日可待。林尚书深深地朝我鞠了一躬，小神仙，你是林家的大恩人。我赶忙躲到娘亲身后，怯生生地说，不用谢。3个月后，京城传来消息，林公子的冤案终于昭雪，无罪获释。林尚书派人送来1箱银子和亲笔信，上面写着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娘亲把信放在我的枕头下，我每天晚上枕着它睡，觉得枕头软软的，特别舒服。林尚书的事过后，我的名气达到顶峰，娘亲却越发担心，她怕我被太多人觊觎，也怕有一天我会离开。这些担心她都放在心底，可我还是看出来了。那天傍晚，娘亲背着我下山，夕阳染红了天边，晚风里带着松枝的香气。我趴在她背上，小声问，娘，你在害怕？怕我走，对不对？娘亲脚步一顿，眼眶变得红红的。灵芝，你会走吗？我沉默了一下，声音轻轻软软地说，我活了很久很久，一直都是一个人，从没想过要留在哪里。可是娘亲，我不想走了，我想和娘和哥哥在一起，每天浇水，每天去山上看松树爷爷，每天都让娘背着下山。我的声音带着一点哽咽，我真的不想走。娘亲把我转到怀里，紧紧搂住，哭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擦着她的眼泪，自己也忍不住哭了。娘别哭，你一哭我也想哭。娘亲哭笑交加，把脸埋进我的发间，闻着那股清润的药香，心里的不安就这样慢慢的散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娘亲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她又一次上山，在老松树下捡起一朵灰扑扑的蘑菇，蘑菇在她手心慢慢舒展，变成顶着金鹤军盖的小娃娃，用脆生生的声音喊她娘。娘亲从梦里醒来，天已经大亮，
我正蹲在木盆里拍水，看见他醒来，忍不住笑得甜甜的。娘，太阳晒屁股啦！娘亲把我抱进怀里，亲了亲我额头。灵芝，娘这辈子都不会让你走。我很认真的点头，我也不走，一直跟娘在一起。时光流转，四季更迭。王桂兰家有田有房，石头进了学堂，成绩优异，村里人都说王桂兰命好，捡了个宝贝娃娃。我还是3岁模样，白嫩软萌，只爱喝水，头顶的菌盖金鹤相间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每日玩水、上山、解心结，来求我的人络绎不绝，却都遵守王桂兰定的规矩，每人只带1炷香，再也没人敢偷我。赵家兄弟和马寡妇的教训历历在目，还有郑太爷和林尚书撑腰，谁也不敢造次。这天，孙老板再次上门，不是求水，是来道谢。他父亲身体康健，能下地劳作，他带来满满一车礼物，堆了一院子。孙老板蹲在盆边，笑着问：“小神仙，我该给你什么谢礼？”我歪头想了想，给我浇点水吧。孙老板哈哈大笑，真的舀了一瓢水，轻轻浇在我头上。我眯起眼，舒服的直哼哼，笑得像一朵盛放的鲜枝。孙老板望着我，对王桂兰说：“大嫂，这娃娃千金不换。”王桂兰把我搂进怀里，亲了亲我的额头，万金也不换。我趴在她怀里，攥着她的衣角，心满意足。窗外阳光正好，院子里的木盆波光粼粼，映着蓝天白云。远处深山里，老松树沙沙作响，像是在说悄悄话。灵芝闭上眼睛，听着风声、水声、亲人的笑声，嘴角弯起甜甜的弧度。我知道自己被世间的温柔爱着，这种被偏爱的暖意，比深山的雨水更甜，比林间的阳光更暖。我是一朵深山灵芝，被人当作蘑菇采回了家。从此，我有了娘，有了哥哥，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